嘿嘿，今天这轮一餐可不简单，今天是被邀请来了一场名媛聚会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，但是主办方说有很多好吃的。嘿，我就想起了我妈告诉我那句话，免费的饭就是最香的饭，所以我这不就来了嘛。这是我们的新朋友，干干，我的师傅也来了 ，Rich People。今天感觉来了很多熟人，不过我越看越奇怪，今天全场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的嘛，不过无所谓了，这是一个富婆美容仪的体验会，现在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型博主见面会，甜点我也都帮你们吃过了，不愧是富婆的生活，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富婆可以看穿我的逞强。其实，在日本这样的新品发布会还是有很多的，结束之后还有一顿丰富的晚餐，这是一家意餐。其实意餐大家应该都懂，虽然好吃还是好吃，但就是你吃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。前菜大多是鱼和蔬菜，第一道主菜是奶油焗饭，奶香的米饭配上酥脆的鱼排，这个非常高级。第二道主菜就是牛排了，5分熟真的巨好吃，里面的汁水非常多，咬下去外面是焦焦的口感，然后汁水一下子爆发在你的口腔里面，再配上一些酱汁和芝士土豆泥，我又好了。最后的甜品是奶油布丁，可能这个摆盘就要值100块吧，甜而不腻。你看这个像不像你摇晃的肚皮？今天也是快乐的一天，我爱富婆卡哇伊。天哪，这家店我是真的爱了，这么远跑过来也值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非常的想吃炸鸡，所以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日本最好吃的炸鸡在哪儿，然后我发现了很多答案都指向了一个地方，名古屋。我住在东京，名古屋离我大概有400公里，是真的远。但作为一个美食博主，跨越半个日本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哎，说是迟那是快，下午我们就到名古屋了，我们就直奔这家店吧。招牌上就写了换只鸡翅，我看你今天能有多换。菜单都是手绘风格，店里面也都是一些鸡翅的海报，筷子的包装上面还画了鸡翅的吃法。吃鸡翅怎么能没有快乐水？我点了一份原味和一份加辣版，它这种干炸鸡的皮特别的薄脆，搭配上日本的山椒粉和辣椒粉，吃了一口真的很难停下来。这种炸鸡翅好像是用低温慢炸，炸了很久才炸出来的，特别是鸡肉里面的汁水和外面的孜然粉混在一块之后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神仙了。一个人来吃的话，再加一碗炒饭，一份怀旧小香肠，哎，这顿饭美滋滋。不过我就很纳闷了，为什么名古屋炸鸡这么好吃，女生还这么的瘦？而且我有个在这儿工作的朋友还告诉我，名古屋还有一家店，他们家的冰淇淋是0糖低卡，我吃再多也不会胖。来都来了，那肯定得试一试，就是这个了，味道酸酸甜甜，感觉还挺解腻。服务员跟我说这里面添加了 K1 植物益生菌，是益生菌中的战神，而且他们还把螺旋藻玩出了新花样。代餐拌和果冻里面也添加了60多种维生素和植物纤维，可以调节肠胃，预防便秘。里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还可以减少油脂的吸收。哎，稍等一下，那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我今天吃的炸鸡45就相当于没吃，哎，非常划算。嘎玩意儿 ，Hello 各位表妹，又到了每年大家扎堆过生的这个11月，请问大家都是约好在这个时候出生吗？真的很烦。还有比挑礼物更烦的事儿吗？然后更奇怪的是，我这个朋友还是个模特，所以我就不能送一些非常土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送手办肯定是行不通的了。和 NONO 讨论了一下，要不就送墨镜吧。这个好好笑哦。这个可能有点过了吧。我们再去书店看看，这有很多可爱的贺卡和画，但这个有点太小女生了吧？而且这个画真的超级贵，惊了。然后更奇葩的是旁边还有卖50刀的，请问谁会买50刀啊？买50刀来干嘛呀？不过还好我们最后想到了一个东西，特别适合送男生。Hello。博朗小猎豹，ありがとう。すごいな。あ、すご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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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送礼大危机也算是顺利搞定。所以你们会送男生什么生日礼物呢？卡哇伊儿。今天是我正式来日本1年了，然后就想着来了这么久都还没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其实我也很简单，就是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电视台实习，存了一些钱之后就想辞职来日本继续学电影，一共存了12万人民币过来。但是在交了1年的学费还有房租的头金之后，我没有剩什么了，然后就开始马上打工，1个小时1100日元，大概人民币70块钱，做过便利店，送过外卖，还帮别人拍过视频。那个时候就和普通留学生完全一样，然后就这样过了3个月的样子，觉得这样下去还是不行。打工虽然能够勉强活下去，但是这个和我来日本的初衷完全不同，而且其实这样的收入根本交不起第2年的学费，所以我就试着向各个公司投了简历，然后开始了面试。不过很巧的是，因为拍抖音的原因，给一些日本公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所以就真的是运气太好了，有3家公司给了我机会。最后我选了一家小姐姐，最有眼缘的公司吧，之后就被迫退学了，剩下的学费也没有退。再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，虽然吧还是没什么钱，但是收入也算还看得过去。明年如果房价不涨的话，也准备买个小房子自己住了。总之我想说的是，出国留学其实是我到现在为止做过最正确的选择之一，因为我发现如果你不走到另一个圈子去，你很难知道自己原来离梦想可以那么近。然后到现在也有很多小伙伴会咨询我关于留学的事儿，其实想来日本真的非常简单。最后其实我最想说的是，做视频这大半年来真的不是我成就了自己，而是正在看这条视频的你们。其实你们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对我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。就这样吧，我也要去继续探店了，爱你们，嘎哇呀！你们现在看到我戴这个口罩就知道我今天要去看什么电影了，是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日本沉没个大头，鬼灭之刃。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，鬼灭电影上映的10连线的票房已经破了100亿，已经刷新了日本的历史票房记录，甚至还有可能会超过《千与千寻》。然后现在电影院一片盛况，全是鬼灭的周边，各种各样的文件夹、手机壳、杂志，各种人物的钥匙扣，还有勺子，是不是只要印一个 logo 就可以卖呀？我来看看它卖多少钱，880，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！而且大部分的商品已经卖光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些像是零钱包呀、鼠标垫或者人偶这样的周边了，而且价格还不便宜，像这样一个贴纸都要卖30块，就是太贵了。买好可乐和吃的，我们就准备进场吧。日本很多店员会卖这种彩虹棒，今天我们也买一根试一下，味道特别甜，还会掉一地的糖粉，就当我帮你们踩雷了吧。然后现在只要看电影就会送一本小册子，是讲大哥成为岩柱之前的故事，作画还是一如既往的良心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看完了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一定要备好纸巾，一包勉强。
2包酷爽。妈，剧情我就不说了，只能说大哥最后那场打斗真的是太屌了。这推荐指数10分，卡玩意儿。因为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嘛，所以今天还得去车站买一点伴手礼。这次就买一点京都比较受欢迎的和果子吧。我感觉日本的和果子就是你自己吃的时候觉得很贵，但如果是送礼的话，就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贵。我看这家店学生还挺多，估计也贵不到哪儿去。买了2份也才70块，感觉还捡到了便宜。而且感觉这种和果子的包装一般都还挺精致。挑完了伴手礼也得满足一下自己的胃了。今天我们就在17家速战速决吧。又上新品了，感觉它和松屋吉野家的战争就没有停歇过。今天就吃一个菠菜牛肉咖喱吧。我记得我刚来留学那会儿打完工的时候就经常吃这个，便宜又管饱，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菠菜的味道，特别是在你吃惯了那些大鱼大肉之后，回归一下17家还是非常幸福的。怎么感觉像是我在装逼？没有哈，我就只是想说17家的味道还是这么的淳朴和王道。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，没有打广告。我还单点了一个鲑鱼，这个贼下饭，这样一顿下来也就50块的样子。我个人觉得17家的牛肉咖喱的味道比普通的日式咖喱味道要重一点。如果觉得咸了，你其实可以少蘸一点咖喱，根据自己喜好来吧。再搭配一点鲑鱼，营养还是到位了的。所以学生党和上班族都很喜欢来这儿，还很适合穷游党。吃完我又追加了一个他们的新的甜点栗子布丁，这个小包里面装的是那种脆脆的可丽饼粉，撒上之后和布丁一块吃，口感就很奇妙。最后总共花了60块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我终于还是咬牙买了这个，我到今天才拿到这个10万日元的补助，折合人民币6500块。所以今天终于可以吃点好的了。进门我们就先来一个刺身拼盘，不愧是高级寿司店，这种一次性筷子的造型都这么奇怪。我们还是先来尝一下前菜，海参油豆腐，是一种爽口的甜味儿。再来试一试拼盘里的鲍鱼，这个鲍鱼也是生的哦，我才知道原来生鲍鱼是这么的脆，而且我感觉这种鲜美的味道其实比煮的还要好吃。薄切的鲷鱼还是那么美味，只用蘸一丁点酱油就好了。三文鱼的话，我喜欢多蘸一点酱油，再加一点芥末，这样就可以盖过三文鱼的油腻。蟹腿肉也上来了，哇塞，你看这个肉有多少，终于不是假的蟹肉了。别的刺身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吃主菜吧。这么大个海螺里面的肉只有一点点，我也是服了。烤鱼的味道也不错，外焦里嫩，但我最爱的主菜还是和牛。吃完之后，寿司拼盘也来了，海胆寿司永远都是最好吃的。不过这个虾嘛，我就不吃了。最后又一碗鳗鱼汤寿味，满足了。大块的鳗鱼和香菇一起炖，真的太妙了。日本 JR 的人居然找到了我，这个有点夸张了吧？不瞒你们说，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，但对方说可以包我的来回路费，我就马上起身了。JR 就是日本铁道公司，比方说大家所熟悉的新干线呀、电车呀，都是他们家的。反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。他们这一次找到我呢，主要是说想聊一聊关于自媒体的一些事儿。我猜哈，估计是想请教一下我们。我马上就要见到JR西日本的所长了。见面之后感觉还挺亲切，在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工作人员之后，就带着我们游览了一下蓝山风光，实属热情，还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特色项目让我们体验。比方说像人力车，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坐，这个车夫拍照还挺专业，然后带我们坐了蓝山小火车，最后基本上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景点都玩了一遍。哇，感觉这趟行程安排的还是很周全的。所长也是陪着我们全程参观了整个蓝山，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。我突然还有点佩服日本人的待客之道，就是不管以后会不会合作，这次的见面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，也希望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心里留下好的印象。嘎玩意儿，要我说，在日本生活体验最不同的，可能就是上厕所了。这里的厕所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人在做什么，外面的人也看得到你在做什么。这人是让我看手机吗？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除了那种奇葩的厕所，正常的厕所还是很优秀的，像是感应冲水婴儿座椅这样的都是常规设计。但接下来这些就很贴心了，比如说跌倒时候的紧急按钮、宝宝专用的清洗台，还有可以随意转动的水龙头、4季常温的马桶圈，或者是可以换衣裤用的换衣台、紧急用的折叠床、适合婴儿坐的马桶圈。这样的小设计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，厕所里一般没有异味，都会有那么多日本人在厕所里吃饭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真香。